科学家发现玻璃的危害居然是塑料的4倍，这是为什么？塑料造成的污染是白色污染，然而科学家却发现玻璃的危害居然是塑料的4倍，这是为什么？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几年前做了一项研究，对5种不同材质的瓶子进行了测试，没想到玻璃瓶居然排在倒数。该大学研究人员表示，玻璃瓶的危害不仅大，甚至是塑料瓶的4倍。要知道，塑料不仅有污染，还难降解，就连你吃了塑料袋装过的食物也有可能摄入塑料微粒。根据统计，全球每年能生产8000万吨垃圾，到2030年，估计地球上将有40亿吨的垃圾。这些垃圾的利用率还不到10%，有30%的垃圾还需要通过焚烧或者掩埋处理，而剩下的则在地球的各个角落里堆积，难以降解，对全球的环境生态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。玻璃瓶无毒无味，原材料价格低，而且还能重复使用，还耐热、耐压、耐低温，日常使用中不比塑料好。根据商务部的再生资源统计数据，2019年全球的玻璃生产量为2123万吨，回收量为987万吨。生产量毕竟比塑料少，而且回收量也比塑料多。可研究显示，玻璃瓶所产生的环境和健康问题，以及在生产、使用和后续处理中所造成的危害，却比塑料瓶要更加严重。塑料瓶主要由聚乙烯或者聚丙烯等材料添加有机溶剂制造的，而玻璃瓶的生产材料却是沙子。在生产玻璃的过程中，需要大量的开挖硅砂、白云石等矿产。而在开采的过程中，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和环境产生恶化，水土流失，进而引发气候变化，甚至会造成一些自然灾害。而且开采原材料的过程中，矿工们也不可避免地吸入一些二氧化硅粉尘，这可比吸入煤灰的危害要更大，容易得矽肺病。这种病会导致肺部纤维化，严重点会呼吸衰竭而死。而且在生产玻璃瓶的过程中，还需要通过高温锻造，而这个过程需要石油胶粉、天然气和重油作为燃料。这样一来，燃烧后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包含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的烟。硫氧化物会造成酸雨，而氮氧化物会加重温室效应。如今全球的玻璃制造业每年能产生8600万吨的温室气体。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，玻璃瓶对气候危害的影响比铝罐要高出 95%。 我们再来说说它们的使用回收。塑料瓶用完之后，我们也许会喜欢囤积起来卖钱，但你喝完一个玻璃瓶装的饮料，你会把玻璃瓶攒起来卖吗？我相信很少有人这么做，因为玻璃瓶的回收价格比较低。广东省最大的废玻璃回收基地给出的价格为50到600每吨玻璃，而广东一家纸业，即便是回收 C 级的废纸，1吨的回收价也在1280左右。再想想，玻璃还不能像塑料瓶那样可以揉扁搓圆，占用的空间比较大，很少有人会专门存玻璃去卖。而塑料的回收率虽然低，但各个国家塑料瓶的回收率却非常可观。2021年，光我国 PET 的塑料瓶回收率就超过了 94%， 德国实行押金制的塑料瓶回收率也高达 90%。 与塑料瓶相比，我国的玻璃回收率只有 50%。 那又有人要说了，塑料瓶还会污染环境，至少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降解，可玻璃不会污染环境啊。但大家没意识到的是，玻璃瓶在自然环境中降解需要的时间却更长。如果玻璃的回收率一直很低，那就需要不断的生产新的玻璃，这样对环境的危害更大。英国一项针对碳酸饮料包装的研究显示，如果重复使用一次玻璃瓶，减排的效益可以达到 40%， 重复8次以上，减排贡献达 65%。